厕所就在床的旁边，上一个锁打开就是一套可以租出去的房子。哇，这个看上去有点豪华，典型的中国富人喜欢住的。Hi guys, today we're going to talk about a topic that a lot of people are interested in. How is the rent like in China, especially in big cities? Let's get started. 我今天会随便使用一个中国常见的租房网站，给大家看一下中国现在大城市租房的价格怎么样。我会选取成都和上海两个大城市。上海呢是中国一线城市的代表，房价肯定是全中国最贵的之一，排前3吧。然后成都呢又代表中国的2线的城市，也是我自己的家乡。我很好奇上海最便宜的房子大概是多少钱？你们觉得呢？你们猜一下。我觉得可能如果要一个人住一个整套的房子的话，最便宜也得1500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当然要在上海市里面，不可以是周围的乡村。1000元以下居然还是有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999一个月的，好像从外观上来看还不错。20平方米，一室0厅，就是只有一个房间，没有客厅的意思。居然有这么便宜的。中国的20平方米比国外的20平方米要小一点，因为中国的房子是包括了公共区域的，比如说电梯还有楼梯间等等，是算在我们房子的面积里的，但是实际上我们自己住的地方是不到20平方米的。所以上海还是有1000元以下的房子，但是像比较中心一点的地方是没有的，这些地方已经比较远了，到市中心可能得1个小时。我们看一下中等的房子，这就非常多了，有很多很多的选择。不过这些房子说实话看起来都挺无聊的，都长得差不多，大概都是4500左右，然后50平方米40多50多平方米，一室一厅很多。一室一厅就是一个卧室和一个客厅，朝南这一点很重要，中国人喜欢住朝向南边的房子，因为阳光会比较好。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其他更好看的房子。这一套好像要好一点点，这个有一点欧式风格，就是中国人想象的西方人住的房子的样子，感觉光线很好，也是差不多50平方米左右这个价格。这个区域位置应该都还不错，都还算是比较市中心的地方。这一套看起来还蛮色彩丰富的，有一点自己设计的小心思，大小和价格都和刚才的那些差不多。这是我们说的奶油风，就是颜色很浅，比较可爱，比较少女的风格。这一套看上去还挺漂亮的。这一套也是刚才说的欧式风格，大小也差不多，通风很好，光线很好，还有露台，这个是比较大的优势，很漂亮。我觉得这一套房子我会比较喜欢，因为光线很好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更贵的房子。很贵的房子里面有没有上海特别出名的别墅和洋房？洋房就是我们说的欧洲的美国的那种房子的样子。因为历史原因，上海有很多受到西方建筑影响而建造的小房子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一般都是在很市中心的区域才会有这样的房子。我们看一下，比如说这一套好漂亮，这一套就是我心中想象的上海的洋房的样子。2室2厅15000，这种房子当然会比一般的公寓楼会贵一些，因为它楼层比较矮。看完上海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家乡成都的房子。你们猜一下成都的房子最低可以多少钱租到呢？我觉得肯定比上海还要低，应该几百块钱能租到比较偏的地方。但是我们还是要租到一个一整套的房子。来看一下，大概真的有500以下的。我们先搜整租，但确实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，市里面基本上没有了。那我们看一下双流，
就是离机场比较近的那个区域，500元以下的能租到什么样的房子？一室零厅，就是只有一个房间，500块钱一个月，23平方米。天哪，好便宜！当然，这些房子的条件应该不是非常的好，看都应该是比较老、比较旧的小区了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房子可能大家不会想要去住。这样看下来，大概1000到1500就是比较中等的房子了。看一下能租到什么样的房子。52平方米，1400居然就可以租到了，还是挺便宜的。还有一个厨房。那如果是比较市中心的地方，哇，居然有这么多选择，这么多房源，这么多房子都可以在1500以下租到。OK， 比如说这个呢，这个是还挺市中心的地方，1400一个月可以租到40平方米的，还挺好的，一室一厅，有一个卧室和客厅，这个看起来也不错，45平方米，1400 ，OK， 比我想象中便宜多了，这一个人住完全没有问题，而且1400确实是很便宜。那如果再往南边走呢？这个区域算是成都比较贵的区域，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租到。这一个区域房子就贵了很多了，只能租到20多平方米的，1500人民币，一室一厅。所以真的还是很看区域的。那如果再贵一点点，比如说2000到3000的话，可以租到更好的房子吧。比如说这个2800一个月，已经可以租到81平方米的房子了，而且是位置还不错的地方，在地铁口的附近，还可以养宠物。3室一厅，3室就是3个卧室，1个客厅，已经可以住一家3口了，或者合租3个人。这样算下来，一个人才900多人民币，真的是非常便宜。所以成都的房价确实是比上海要便宜非常多。不过装修确实都没有那么好看。这个2000多人民币的房子，也不期待它装修有多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很贵的房子。成都最贵的房子就是5000元以上了，上海那边是15000以上吧，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。我们看一下5000以上成都能租到什么房子。哇，这个看上去有点豪华，7000一个月，在成都算是富人住的房子了，肯定是装修非常豪华的房子。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中国富人喜欢住的装修。4室2厅，4个房间和1个客厅1个厨房，非常大的房子，都很新。我觉得这套房子7000块还是蛮值得的。成都也有一些别墅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16000多，和其他的房子比起来完全价格不一样。4室3厅，别墅当然是很大的，300平方米。这个是在也是算是成都的一个富人区。你看周围都没有太多高楼，主要都是比较矮的这样的别墅的房子。这个感觉和欧洲的房子还有点像，是不是？大家觉得这个16000块值不值得呀？300平方米的别墅还有好多呢。最近几年成都附近修了很多这样的别墅，这个也是加了地暖的，就冬天不会太冷。这个装修，天哪，这个装修就是尤其是上一辈的中国人觉得很豪华、很贵、很有钱的装修，但是我觉得不太好看。OK， 这个房子我不是很喜欢，但是它好贵，23000多一个月，465平方米，很大的房子。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吧，这样的房子，这个也是一个花园别墅，应该是有花园的这个房子还不是在乡下，
而是在楼房里边有一个自己的露台，还挺有意思的。这个房子里也有自己的游泳池和健身房。大家觉得呢？大家觉得这个房价怎么样？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些房子，就是尤其是像在上海这样大城市里，有太多付不起房租的人，然后市场上就会有一些非常奇葩、非常不适合人居住的房子。这些房子一部分是拿给大家猎奇，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好笑，但另一方面也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心酸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这种房子在上海还蛮常见的，就是房东把一个楼梯间里的小屋给隔起来，然后上一个锁，打开就是一套可以租出去的房子。然后这个房子通常都很小，然后户型非常的奇怪，几乎没有地方可以放下东西，只有一个床，然后厕所就在床的旁边，完全无法想象要怎么样在这生活。我们看第二个，这一套这种类型的我也看到过好多次了，也是楼梯间里的房子。这个房间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房间，它本来是个楼梯间，但是房东为了赚钱就把这一块隔出来，和刚才那一套差不多。这一套上面还有空调，你能看见其实就是在楼梯间里放了一个垫子，然后就可以睡觉了。很难想象住在这里的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，因为他们自己肯定也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别的选择，才只能住这么便宜的房子。还有这种很奇怪的房中房，打开自己家的大门居然是一个卫生间，然后卫生间的后面就是一个厨房，还可以在上面做饭，然后厨房的后面才是自己睡觉的地方。然后这种房子很多都很矮，你还得勾着身子才能进去，所以还蛮痛苦的。所以这样的房子想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样的房子在上海是真实存在的。我在想，在很多其他的国际的大城市里，一定也有这样的房子，居住条件非常差的环境。希望未来每个人都能有一个自己舒适的、自己有尊严的居住空间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内容的话，点赞这个视频。你们也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，你们现在的房租怎么样？觉得中国的大城市房租贵吗？如果有其他的内容建议，也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哟。想要看到其他的中文的内容，点击这个视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